朋友們好，這個視頻咱們來說一下高粱饅頭到底怎樣做，有哪些技巧可以讓它保持更鬆軟的口感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莫，喜歡記得點讚收藏。先看一下咱們今天的面粉搭配，這裡是300克中筋粉，接着再準備高粱面粉100克。雖然這個高粱面有點少，但是它的口感呢還是有點粗的，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量，不要太超。接着把这些材料先搅拌均匀。接着準備干酵母的時候，咱們多準備1克，準備5克。再準備水230克，這個水量也要多一點。這個面團呢，盡可能的和軟一點，但是呢又不能太軟，讓它能夠支撐得住就可以。和面的時候大家要特別注意，咱們加水呢盡量不要一次性加完，因為這個高粱面呢它更黏，如果一次性加完不好和面，所以呢分次加進去反而揉面更快。大家可以看，基本上像这種狀態往一塊壓，這個面就很容易成團了。此時呢有朋友也許想放油，其實不着急，咱們把這個面團先收一下，撒一點乾粉。如果說你面團偏濕的話多撒一點，面團偏乾少撒一點，直到把這個面收成畫面中這樣的均匀狀態，直接包起來進行發酵。這裡大家需要注意，不要像平常的饅頭面一樣，發的時候呢一定讓它發過，越過越好。這塊面團就已經發好了，比咱們平常發酵的更鼓，然後拍的时候呢更空。這個時候呢咱們補上乾粉，然後把面團取出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的支撐力很強，絕對不會塌，扒開之後蜂窩非常充足。此時大家需要注意，這種面呢咱們不要過分去揉，揉面之前加上8克油，然後把這個油抹匀，再來簡單揉面，只需要把這個油分揉進去，揉匀就好了，不要過度去揉它。因為這種面呢你越揉它顆粒比較粗，它表面越不光滑，所以在揉面的時候呢輕揉一點，不要太狠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我揉的時候呢其實就是把這個力順勢壓下去而已，但是呢不會過度用力。然後揉成咱們畫面中這樣，稍微收一下，看它變光之後直接就可以把它搓成条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基本上這個時候呢就已經光了。然後兩邊揉一揉，把它按的窄一點，直接來搓。大家可以看，直接搓成這樣，然後揪出劑子。揪這個劑子呢就大小無所謂了，隨便。劑子揪好之後直接簡單揉一下，就像咱們開始揉面一樣，簡單的給它反復折幾下。折幾下之後呢，看見有光面即刻停止，直接放在手上，像這樣給它搓到一起就可以了。然後把下面收一收，直接像這樣給它轉一轉，就算完成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個時候呢表面其實一點也不裂。全部搓好之後，咱們補上一點乾粉在案板上，因為案板上如果沒有乾粉，它会粘在上面，不好拿，容易破壞第二次發酵的狀態。因為一旦粘在上面，你拿的時候呢就比較用力，容易把它捏扁，就不會發酵了。最後直接蓋起來進行第二次發酵。這第二次發酵和第一次發酵一樣，讓它盡可能發得過頭一點，這樣可以讓它膨脹度更好，鬆軟度也更好。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這時候呢全部靠邊了，咱們拿起來很輕，但是你拍的時候呢絕不會塌，因為粗糧的顆粒是比較粗的，支撐力絕對好。接着直接擺入蒸籠，同時記得提前把鍋裡的水燒開，燒開之後改成大火，這個火力呢用最旺的，上鍋蒸個18分鐘基本上就好了。大家可以看一下整體的外形呢其實也沒有很差，鬆軟度也還可以。大家可以像這樣給它捏一捏。總結了下來，作為高粱饅頭其實呢最主要的是面粉的搭配一定要合理。高粱面太多，它涼了自然會開裂，而且越蒸越硬，所以面粉搭配合理，和面水量合適，保存的時候完全包裹起來，鬆軟的口感就會維持更久。好了，今天的視頻就說到這裡，如果有問題可以留言，咱們下期視頻再見。